被亲生爹娘找回侯府后，兄长挡在楚楚可怜的贾千金身前，神色冷淡。条条在爹娘膝下承欢多年，日后便是你妹妹了。侯府如此富贵，多养个闲人怎么了？我正欲应下，一排排黑字突然闪过。真千金回来又怎样？女主可是侯府亲手养大的世家小姐，乡巴佬怎么比得过？女主还有重生的贾兄长甄夫君保驾护航，分分钟虐死女配。要我说，女配逆天开局，还不如立刻化身护姐狂魔，家里偏心的爹娘，恋爱脑的兄长，日后等着他的只有青楼妓子和乞丐窝吧，哈哈！什么狗屁话本子，还想踩着我上位？我强压着怒气，冷声道：男女有别，幻女一事传遍京都，他若不走，旁人如何看爹和兄长？我有一计，他留下可以，但我要他做我的丫鬟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喧闹的侯府瞬间安静下来，我那世子兄长的神情最为难看。丫鬟，你也配？条条是侯府正经教养出来的贵女，怎能给你做丫鬟？怪不得是乡野出身，一回来就如此口出狂言，简直丢尽侯府的脸面。顾条条迅速红了眼眶，楚楚可怜地开口：兄长莫急，是我的存在碍了姐姐的眼，既然这样，我便做她的丫鬟。你们莫要因我伤了和气。女配怎么这么恶毒？有血缘又怎么样？他们养了乖乖女主这么多年，早就是一家人了。看得我直恶心，女配这种睚眦必报的坏种。也不怪当初重生的男主换掉他们二人，两世他都是这不饶人的性子。搞笑，等女主和男主成亲，他还得一口一个嫂子，在他手底下讨生活呢。我脸上的怒气退却，意味深长地盯着我这便宜兄长顾萧。我说，怎么传闻中他是风光霁月的世子爷，如今却连亲妹妹都不正眼瞧一眼？原来是同这贾千金有了首尾。我面色未变，站定在侯府大门前。妹妹这话错了，我并非有意为难，我虽流落在外，到底也在沧州学过规矩。听闻京城大户人家规矩森严，兄长若真心疼爱妹妹，总得为她贞洁着想。我初回府，不愿惹这样大的麻烦，若兄长不同意，我便在客栈住几日。我挺直了脊背，大义凛然地开口，做事扭头上轿子。幸而今日来侯府前，我执意在京中最大的酒楼吃了顿饭，顺便聊了聊归家的忐忑，引来不少路人围观。如今我是侯府真千金的事，恐怕已经传得满城皆知了。我娘坐不住了，连忙叫人来拦我。这是做什么？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。外面那样乱，条条一个女子如何生活？她每月吃穿用度都是上等的，那些低劣的东西她也用不得啊。我微微一笑，原本普通百姓过的什么日子，妹妹就该过什么日子，旁人过得了，妹妹怎么过不了？被我亲娘的话气到的百姓们四嘴八舌地帮我说话，就是我们能过，她凭什么过不了？这顾条条抢了人家的身份18年，往日里最是清高，如今怎么装起来柔弱了？真千金说的也没错，毕竟没什么血缘关系。若是这父子执意要顾条条留下来，还真有点耐人寻味啊。兄长面色通红，咬着牙又想开口说什么，我提前打断了他，看向这个府里做主的人。爹，你说这样如何？我爹一言不发地看了许久，但听见百姓们的议论声，还是没忍住黑了脸，怒斥道：胡闹！进去说。我站在原地动都没动，直勾勾地盯着他们，大有他不给句准话，我今儿便不走了的意思。我爹脸色铁青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：按宋锦和说的做。看着兄长吃瘪的模样，我由衷一笑，一脚踏入了侯府。等着我的只有青楼妓子和乞丐窝，我倒是很期待呢。和侯府相认是一桩意外，只因我早年颠簸流离，意外被养母所救，有了家人，学了医术。多年来我尽银毒医两道，早就练就了百毒不侵的一身血，但只有血脉相融的至亲方可用此解毒。那日我偶遇了中毒的亲娘，救了她，母女俩抱头痛哭了好一会儿。本以为是多年相认的感人戏码，直到我那亲兄长从京城赶到江南，见到我的第一眼就黑了脸，确定不是骗子。
我差点一针戳死他。可念在他身长如玉，和我生的有5分相似的份上，我还是松了手。在我娘的支支吾吾和顾潇3言2语的描述中，我得知当初我娘生产，下人抱错了孩子。侯府已经有了个养育18年的假千金顾条条。来京都前，我就敏锐地发现了不对劲之处。比起关心我，我娘和兄长他们话里话外都更在意那位假千金的想法，甚至在来京都后安排我住在客栈，自己回家先安抚养女。我可以理解，虽然我和他们相认，但若论亲疏远近，定然还是养母和我曾经的家人更近些。此次来京都，我只是想同他们说清楚这事，再回沧州。可那话本子剧情一般的黑字出现时，我却改变了想法。我向来睚眦必报，既然有人想踩着我扶持旁人，那人还是我的亲兄长。左右无事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花来。进了侯府，我爹大怒，摔了手中的茶杯。逆女，跪下！我注意到顾条条眸中一闪而过的幸灾乐祸。活该，女配非要折腾男女主，她还不知道侯府里只有我们女主宝宝的独为0个人在意她的感受。心疼善良乖巧的女主，侯爷居然答应了让她做丫鬟，都怪女配，快点赐她去乞丐窝。不过男主好像想通了，左右女主做了丫鬟也有好处。前几年碍于兄妹关系，女主还有些放不开，如今他们不是兄妹，岂不是嘿嘿？这黑字有时也有些趣味，原来顾潇还有这般心思。我扬眉，动都没动一下，施施然道：侯爷可以换我送锦盒，我未上族谱，更没享受过侯府1日的荣华。我一回来，侯爷就这般辱骂我，我可不像那些贵女一样在乎脸面，出去乱说什么，可就不好了。我爹厌恶地瞪了我一眼，我娘早就寻了身子不适的借口回房了。而顾潇将顾条条护在身后，冷冷道：名义上条条是你的丫鬟，但她仍然是侯府的小姐。此话一出，他身后的顾条条猛地抬眸，难以置信地盯着他。兄长，你怎会让我做他的丫鬟？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，搪塞过去便可以。顾潇安抚地拍了拍顾条条的手，露出深情的模样，丝毫没注意到他难看的脸色。毕竟是侯府，闹大了于颜面有碍。条条，莫怕，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认真地看着顾条条。对哦，你放心，有他在，我不敢伤害你的。糟了，女主宝宝误会男主了，他只是想和你在一起啊，并没有向着亲妹妹的意思。男主但凡有一点在乎女配，也不会换掉你们了，可他怕吓到女主，只敢默默关心着她，不敢表明自己真正的心意。他真的超爱。没关系，我们是轻松小甜剧，也就虐一会，等到男主步步紧逼，让女主认识到自己的心意，他们就可以联手解决女配，然后婚后宠妻了。顾条条抿起了唇，下意识避开顾潇伸过来的手。顾潇的神情立刻变得不大好看。按照那黑字所说，我这兄长是个占有欲很强的霸道性子，想来不大喜欢旁人的反抗。我饶有兴致地盯着他2人一会，清了清嗓子：兄长若无事，我要带我的丫鬟离开了。顾潇皱眉：我不是说了，条条并非你的丫鬟，而是我侯府的女儿，那些下人的活，她怎么会干？这话说的好像我就会干一样。我歪了歪头，露出了一个笑容：从前不会，日后就学着会干好了，你说对不对？今后也不该叫顾条条了，你亲生爹娘已经去了，便由我告诉你吧，你姓宋，叫宋条条。宋条条从顾潇开口让她做丫鬟时，就不自觉地露出了怨恨之意。此刻听了我的话，像是赌气一般，她缓缓垂下了头。小姐说的是？顾潇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我轻笑，她可比你聪明多了。侯府不缺丫鬟小厮，我让宋条条住进了我院子里的偏房。搬离时，我娘站在院子里抹眼泪，拉着宋条条依依不舍，仿佛日后没办法相见了一般。可看见我，她连忙擦干了眼泪，小心翼翼道：条条，那下人的房间太过简陋，娘可否给条条布置一番？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我早就发觉我这个亲娘是个没主意的。比起我爹和顾潇来说，她虽心底里更亲近宋条条，但对我到底是有几分愧疚。
是得找个法子，让他认清这二人的真面目才是。我正想着，宋条条已经先一步跪了下来，仿佛慢一步我就要叫人打他。他低着头，眸中含泪，怯生生道：“娘，不，夫人，如今我是小姐的丫鬟，一切都要听主子的。”我娘眼底闪过心疼和不赞同，竟是这种路数。我先他一步扶住宋条条，略微用力将她带了起来，眼泪更快一步掉在了地上。妹妹是不是怪我？我3岁死了爹，4岁没了娘，5岁就在外乞讨，浑浑噩噩多年被人所救，学了医术才有傍身的本领。好不容易有了家人，我忍不住替爹娘和侯府考虑，怕惹了闲话。娘，那房间里我让人将妹妹的东西都送过去了，怎会亏待了她？说着，我拉开身后的房门，露出空旷的房间，只有一张床榻和桌椅尚在。我娘怔了怔，眼眶渐渐泛红，从怀中掏出一沓银票塞给了我，认真道：“你没错，是娘疏忽了你。锦和，日后有什么缺的东西，都和娘讲，是侯府对不住你。”宋条条的神色变得难看起来。那些东西是我故意叫人拿进去的，内宅手段我听干娘说过，无非就那么几种。不过这般柔弱的确好用，怪不得人都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。临走前，我对着宋条条笑了笑，没管她什么神情，转头和我娘一起进屋叙话去了。她到底是个感性的人，我将曾经受过的苦3言2语带过去，我娘就一脸的心疼，抹起了眼泪。日后你有父亲，有兄长，也有娘亲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面上感动，好，女配怎么这么绿茶恶心啊？我真的服了，能不能让她快点死，还装大度讨好亲娘，没用的。侯府说的算是侯爷和男主，要我说她后来的遭遇也是活该，女配受的苦又不是女主造成的，凭什么让她承担？此事一过，我也没让宋条条在我院子里做什么活，偶尔让她晒晒书，打扫打扫院子。真千金欺负假千金的事就在侯府传了出去，说我小人得志，狗仗人势，不得兄长和亲爹的宠爱。对此我嗤之以鼻。倒是顾潇整日在我院子附近晃悠，但总是寻不到机会和宋条条私下见面。我挑了几个信得过的丫鬟进府里，派了个人盯着宋条条。这天夜里，我便在后院假山那处听到了些不一样的声音。这么多年，我待你这般好，你不知为何吗？顾潇声音冷厉，步步紧逼，握紧了宋条条的手腕。宋条条吓得后退了几步，目光躲闪，咬着唇道：“我是爹娘的女儿，我们是兄妹，兄长，你这般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好。”他沉默了一会，忽然抽泣道：“若我还是侯府的大小姐就好了，我们也不会这样。”顾潇眸色暗淡，一点一点松开了手，可那眼底却是掩饰不住的势在必得。我看得正起劲，那黑字又疯狂闪了起来。就是这个味儿，没错，给我狠狠爱。男主太傻了，女主现在心有不甘，一心只想做回大小姐。他挑这个时候示爱肯定不合适啊，况且女主有自己的计划。被打断了，我还怎么看深情男二的神颜和女配的下场？赞同楼上，不过男主真心可见，女主早晚会缴械投降的，哈哈。什么计划？计划要我的命吗？我若有所思地盯着宋条条的背影，隔日便让她来了我房中端茶递水，捶腰捶腿。宋条条几乎压制不住眸中的怒气，连往日的楚楚可怜都装不下去。顾锦和，你这样做不怕爹娘和兄长生气吗？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我用我的丫鬟，他们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妹妹占了我的身份18年，对我心中有愧，执意如此，这好意我怎能拒绝啊？你说对不对？宋条条的脸色难看，却没说什么。按照我的吩咐，她一下午把整个屋子和院子都打扫了一遍，时不时往外看看，似乎在等着什么人。只一眼，我就明白了她的心思。顾潇这些时日总往我这里跑，他这是等给他撑腰的人呢。我摸了摸下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不会是在等顾潇吧？兄长这些日子来我这里勤了些，我很是苦恼，便和娘亲讲了，男女有别，他整日来我院子，我总觉得瘆得慌。顾潇听后就黑了脸，差点失了那副谦谦君子的做派。宋条条想等他，恐怕是等不到了。他没了指望，也不演了，
破罐子破摔的把扫帚摔在了地上。顾锦和，你为何屡屡针对我？我惊讶，针对你？让你做丫鬟，免得在外面受苦，就叫针对你？宋条条红了眼眶，不甘道：又不是我想同你换身份的，如今我早就把侯府当成自己的家，把爹娘当作亲生，你为什么要出现？你咄咄逼人，不就是怕我抢了你的位置，你的宠爱，你根本就是个善妒的小人。我嗤笑一声，一脚踹在他扔掉的扫帚上，抱着手臂盯着他。一个既得利益者，怎么好意思和我说这种话？是我逼你留下来的，荣华富贵你替我想了，现在装什么可怜呢？原本我不打算对宋锦和做什么，名义上她虽然是丫鬟，待遇同我这个亲生的也没什么区别。我想对付的只有顾潇那个混账，可那黑字却说宋条条准备对我下手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了那怜香惜玉的心思。宋条条梗着脖子，眼里只有不甘和怨恨。女配疯了吗？她怎么能这么对女主？男主怎么还不来救她？那暗夜男主不是表明心意了吗？现在俩人冷战呢，他根本没关注女主受了委屈。我有点战男二了，他这会已经回京了吧？我挑了挑眉，端起了茶盏。婢女忽然敲门禀报，说是大长公主举办的赏花宴，递来了帖子，我娘给我挑选了衣裳，3日后带着宋条条一同去。宋条条的眼睛亮了一瞬，看来这所谓的男二身份不凡啊。我和宋条条一同出现在大长公主府上时，闲聊的贵女们都安静了下来，目光汇聚到这里。最近京都真假千金的谣言闹得沸沸扬扬，想低调都难。我身着一身水蓝色的衣裙，顶着和顾潇5分相似的脸出现。宋条条站在我身旁，妆容低调，一张我见犹怜的脸安静地垂下。衣裳也是不起眼的粉色，唯有手腕处的镯子瞧上去有些不凡。我轻瞥了一眼，没有理会，那排排黑字飞速滚动起来。他完了，我正式宣布，他完了。男二马上出现给女主撑腰，前方高能。前世女配还嫁给男二了，这次不会又一见钟情扑上去吧？那也太贱了。许久不回京都，这京中倒是什么人都敢无法无天了。阴鸷的男声忽然响起，一根筷子直直朝我插了过来。下一刻，我衣裙骤然翻动，飞起一脚踹飞了那筷子，朝着宋条条扎过去。他瞳孔放大，可普通人根本躲不过去。那声音急道：条条！宋条条吓得紧闭双眼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可等他再睁开眼，只看见那筷子穿过他的发髻，扎在了身后的柱子上。我弯了弯嘴角，呀，差点弄伤我的丫鬟，没事吧？本皇子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来人，将他给我拿下。二皇子气急败坏，脸色一变，捂着胸口咳了起来。咳完又一直安抚受了惊吓的宋条条。他身子不大好，幼时和宋条条关系不过，但5年前被陛下送去了南方将养。如今身子没养好，听说宋条条受了委屈，马不停蹄的就赶了回来。想不到我那蠢兄长还有竞争者。我仔细打量了一圈二皇子，他沉着声命人抓我，但无一人敢动。还是大长公主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，活起了稀泥。今日的宴会顾潇没来，我向大长公主行过礼后，弯着腰轻声对宋条条说道：这是你请来的救兵。她讽刺地看了我一眼，没等她说话，我嗤笑了一声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宋条条气得脸色铁青，当晚就溜出了府。当然，她出去时不知道我早就派人请了顾潇来，想来她听说白日一事，也很想为宋条条打抱不平。顾潇怒气冲冲地进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质问我：你为何如此针对条条？她都做你的丫鬟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惋惜地看着他，我这不是怕兄长一腔真心付了流水。你整日忙着做出政绩，找陛下赐婚，可宋条条好像并不领情。顾潇猛地抬头，皱起了眉。你怎么知道？说这些是想挑拨离间？别费功夫了，我和条条从小一同长大，相伴数年的情谊，怎会是他人比得上的？他如此胸有成竹，不过是仗着那黑字所说，他们前世是夫妻。可他似乎忘了，宋条条可不知道这件事。同他相好的小郎君不止他一个。我叹气，兄长，你若真想知道，
去瞧瞧不就好了？你怎知宋条条半夜会不会出去寻其他人？顾潇手指微动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眸色暗了暗。不是，他有病吧？人家男女主相处的好好的，他非得见这一下来挑拨离间。女配真的一肚子坏水，活该女主找男二收拾她。女主也是担心男主对自己亲妹妹下不了手，她可答应了男二要天地为证，成一次婚的。男主看到了不会误会吧？糟了，会不会误会啊？男主前世可是在如意楼和女主初吻的，那可是他们的定情之地。那些黑字疯狂骂我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然后借关心妹妹之名，跟顾潇一起出了侯府。马车上，顾潇肉眼可见的愤怒，他语气冰冷：若条条有事，我定要你好看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拿起马车内的点心吃了起来。跟着宋条条的人说他去了如意楼2楼的包间。顾潇嘴上说着我没教养，不如宋条条半点，还说相信他。可下车前，他急促的脚步和飘忽的眼神，还是泄露了他心中不那么笃定。顾潇眸中闪过冷意，快步上楼，从一处暗门进了包间，仿佛来过一般。我赶紧跟上去，果然看到了令人惊叹的一幕。这如意楼的2楼包间别有洞天，看似是个酒楼，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。房间内红烛暖帐，点着腻人的香，墙上贴了大大的红色喜字。我暗叹，好一副洞房花烛的布置，不愧是京都的人，会玩啊。宋条条面色泛红，咬着唇靠在椅子上，她面前是欺身而上的二皇子，声音低沉阴雅，带着诱惑。条条，从来都是远远看着你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过了今日，我们便同从前一样，是友人，是知己，我愿意等你，只要你回头。顾潇的脸黑得要命，含着怒气大声质问：二皇子这是在同我妹妹做什么？这番用心，我都要感动了。顾潇这人还是有些冲动，他想都没想，直接暴露了这处暗门，一拳砸到了二皇子脸上。二皇子身子孱弱，一口血喷了出来。宋条条吓得尖叫出声，下意识地拉住顾潇：兄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在一旁帮腔，你可躲远点，兄长这是帮你出气呢。堂堂皇子，行事怎么如此荒唐？我侯府虽然人微言轻的，但也不能任由二皇子对丫鬟胡来。顾潇瞬间找到了理由一样，转头开始暴打二皇子。宋条条急得眼泪都下来了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：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皇子，你想让侯府都跟着遭殃吗？你如此做，对得起爹娘的生育之恩。我被他大义凛然的模样逗笑了。你做了如此不知廉耻的事，还能把锅甩到我头上？宋条条，若侯府的教养就是这样，我还得庆幸当初被恶人换了身份呢。他面色瞬间变得惨白。门外传来了动静，宋条条慌张地穿好衣裳。包间的声音传出去，如意楼怕惹了祸事，连忙叫人来查看。这一看可不得了，堂堂世子殴打皇子。顾潇和二皇子双双被请进了宫。御医连忙为二皇子诊治，犹犹豫豫地说二皇子今日吃了些猛药，又被打了一通，日后这身子估摸着见不得风，更走不了几步路。陛下龙颜大怒，当场扇了顾潇一耳光，命人将宋条条带上了殿。他看了看顾潇，又看了看说不出话的二皇子，咬牙道：是二皇子想强迫小姐，世子一时激愤才失了手。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愣了，我几乎要气笑了。这宋条条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他将过错都推到我身上，若我说他所言非虚，陛下会怪罪于我；若我否认，侯府和顾潇又会和我心生芥蒂。哈哈哈哈，女主好聪明，女配快认了吧，要不是她嘚瑟，非要带着男主过去，怎么会闹这么大？就是这下我倒要看看她怎么收场。收场？我上前一步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磕了几个头。在抬起头时，我眸中闪过犹豫，最终坚毅地看着陛下。顾潇是我兄长，宋条条曾经是我侯府的养女，于情我不该说这些，可我受王朝庇荫，做不出欺瞒陛下之事。是臣拟见宋条条深夜离府，觉得古怪，但又无从下手，这才找了兄长解决此事。没想到我们跟过去瞧见那一幕，兄长便失了心智一般，
同二皇子打了起来。我咬咬牙，陛下，侯府对陛下的忠诚日月可见，但世子殴打皇子，实属不该，还请陛下收了他的世子之位。此言一出，顾萧猛地转头，滔天怒火席卷而来。我毫不畏惧地看着顾萧，兄长瞪我也没用，此事是你和宋条条做错了。臣女自幼不在侯府里长大，不懂那些弯绕，只知道做错事要受罚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陛下，臣女早年游历南疆，曾得过一株雪莲，或可有助于二皇子身子的恢复。宋条条眸色灰败，愤怒地开口反驳：小姐即便不想承认，也不至于拿我一个丫鬟顶罪吧？你初回府，世子自然是怕你受人欺负才出手的，我不过一个丫鬟，世子怎会出手？我反唇相讥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哦，他为什么出手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陛下的声音打断了宋条条还未出口的话，冰冷的声音敲在顾萧心头上。好了，事情朕已经清楚了。威远侯世子言行无状，世子一位，还是另选他人吧。至于这丫鬟，交给你们威远侯自己处置。顾萧难以置信地抬起头，那一排排黑字心疼坏了，几乎都在咒骂我。女配有病吧？这么害自己的亲哥哥有什么好处吗？等他回侯府还不得有他好果子吃？我真服了，这也太虐了，女主都不敢看男主了。顾萧没了世子之位，我心情好得很，将那雪莲献给了陛下。太医查探一番，直言有了这雪莲，二皇子身子或可强上不少。陛下高兴之余，赐了我县主之位。瞧，谁说害亲哥哥没好处的？他这不是为我挣来了县主的名头。因着二皇子的身体，我多在宫中留了1日。二皇子的母妃是齐贵妃，她得知侯府上的事情，看我的神情带了几分怜惜。提到顾萧和宋条条，又换上了愤怒。顾萧胆子大得很，那宋条条勾引我而不成，又想陷害你，这二人其心可诛，想必你在侯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吧？我顺势垂下了头，声音闷闷。我从前没有家人，如今也不能看自己的家人走上弯路。齐贵妃眸中闪过满意之色。干娘说过，这些上位者最讨厌的就是自作聪明的人。既如此，我便做个直爽之人。齐贵妃与我相谈甚欢，临走前她将镯子赠予了我。那镯子怎么能给女配？应该是男二位娘亲要来给女主的。女配这么抢别人的东西，还要脸吗？希望她赶快回府，侯爷和侯夫人都气个半死，等不及教训女配了。我挑了挑眉，故意将手镯戴在了手腕上。回到侯府后，我娘坐在主位上，我爹进宫向陛下请罪去了。顾萧在宫中挨了20个板子，面色惨白，讥诮地看着我，而宋条条红着眼眶，活像我欺负了她的模样。这般3堂会审，我哪还猜不出他们是什么意思？我娘尤其愤怒，她快步上前，一巴掌扇在了我脸上，声音颤抖：顾锦和，你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？条条和阿萧，一个是你妹妹，一个是你兄长，你在殿上那些话，是想逼他们去死吗？宋条条眸中闪过快意，这次她没有装模作样的阻止。我心中嘲讽，上前一步，一巴掌甩在宋条条脸上，厉声道：听不见吗？装什么？把兄长害成这样，这就是你的目的？我自小干惯了活，力气不知比我娘大上多少。宋条条的右脸瞬间肿了起来，惊怒地看着我：你做什么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很满意他这副样子。宋条条和顾萧先我一步回了侯府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。那黑字说，他二人将错处都推到了我身上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甚至因为宋条条殿上只认了二皇子，顾萧认定他是真的喜欢自己，只是难以宣之于口，陷入了宋条条的温柔乡，无法自拔，更是默认了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。我反手又是几耳光，在我娘震惊的目光中厉声开口：这一巴掌打你作为丫鬟，肆意勾引皇子，差点酿成大错，将我侯府赔进去。这巴掌扇你颠倒是非，在爹娘面前胡说八道，害得兄长没了世子之位，对我这个县主不敬。最后这巴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扇。宋条条几乎爬不起来，顾萧气得吐血，
我娘反应过来，连忙去扶宋条条。她神色犹豫，问她：锦和说的是真的吗？宋条条白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一阵兵荒马乱之后，顾潇和宋条条都被抬回了房间。黑字闪着怒气，浮现在空中。女配居然敢打女主，那可是女主，赶快把她赶出去！这个娘怎么回事？平时不是最疼女主的吗？现在怎么一副优柔寡断的样子？我看着空中，轻轻开口：养女和一手养大的亲儿子，这还用选吗？黑字停顿了一瞬，随即飞快地滚动起来。他能看见我们？怎么回事？是我幻听吗？怪不得他回来就针对男女主，原来他能看到我们，那岂不是他早就知道剧情了？怎么办？重生男主和能看见弹幕的女配，我竟然有点激动。不过女配，我劝你放下屠刀，不准伤害女主宝宝。我轻笑了一声，其实你们还怪有意思的，如果不是你们，我也不会知道那么多有趣的事。不过有件事你们搞错了，我可不是得知了自己下场，还会老老实实待在这里的人哦。不管弹幕的腥风血雨，我敲开了我娘的门，叹了口气。她看上去六神无主，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，这个保养得当的深闺妇人看上去有些疲惫。锦和，今日的事是娘错怪你了，但阿萧和条条都是我的孩子。我握住我娘的手，安慰道：不用和我解释，我都能理解您的。喜爱养女有什么错呢？我也从未说过，我对他们同样没什么感情。我娘稍稍放松下来，眼中也带上了往日的愧疚和温柔。可惜她今晚注定不能解除心中的愧疚，因为我是来破坏这个家的。娘可知兄长他为何做下错事？因为他对宋条条不大清白。我娘瞳孔地震，几乎喘不上气来，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腕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们是兄妹啊，不可能的。我哀伤地看着他。从前是，可现在已经不是了啊。我娘差点背过气去。我从兜里掏出护心丸，给她喂了下去，她这才渐渐平静下来，踟蹰道：这是你怎么知道？我点了点自己的脑袋，看见的。旋即我娘面上一僵，闭了闭眼。到底是从小养大的孩子，她怎会感受不到宋条条和顾潇之间的微妙？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昨日我拿了雪莲给齐贵妃，她留我聊天，我聊了许久，才让她歇了对付兄长和妹妹的心思。娘，我是不会害他们的，至于他们是否有意，一试便知。我娘抬眸，茫然：试试？我含笑点头，对，试试。我娘叫我谨慎些，莫要让旁人发现，坏了名声。我应了下来，转头我娘便提出让宋条条去庙里住一段时间，等谣言平息了再回京都。若非二皇子是个情种，我又拿了雪莲出来。宋条条这个丫鬟是绝对保不住的，她万般不愿也得听我娘的话。这一去就是半个月，顾潇伤都快养好了，宋条条还没回来。她等不了了，提出一起去上香，顺便看看宋条条。我娘点了头，握着我的手却指尖冰凉。那夜我们去了宋条条在的佛寺。夜半3更时，她的房间出现了响动。顾潇敲了敲门，急切道：条条，是我。里面传来宋条条闷闷的声音：这么晚了，兄长还来做什么？顾潇身形一顿，认真开口：我说过不要叫我兄长，我们本无血缘，这一切都怪我当初想差了。哦。顾潇停顿了一会，纠结了一番才开口：有件事我没告诉你，我早知你会是我妻，当年我娘生产完，是我特意将你和顾锦和调换了身份，只因心疼你年幼时受的苦。条条，我是真的爱你。里面没有动静，顾潇有些着急，他急着剖白心意，以至于我和我娘站在他身后，他还没有发现。还是我娘怒吼道：够了！顾潇，你是畜生吗？锦和是你亲妹妹，竟然是你偷换了他们2个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。我立刻眼眶湿润，小声哭了起来。顾潇身子一僵，一点一点转过身去，不可思议地瞪着我：你算计我？我娘想都没想，狠狠扇了他一巴掌，心灰意冷地盯着他。这些年我本以为你早会，不用我操心，连妹妹都能保护好，
但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你装出来了，原来你竟然这么蠢。顾潇和锦和道歉。顾潇咬着牙不想道歉，我娘直接让人绑了他。至于宋条条，庙里苦寒，她同样打扮好了想勾引兄长，只是被我娘提前发现，叫人堵了嘴扔到庙里。那一刻，她眼中的失望溢于言表。随后，她带着我和顾潇回了京。回侯府的第一件事，我娘就冷冷地告诉顾潇，若你以后再想见他，我便叫人处置了他。顾潇怒道，娘，你竟然这么做，条条当了你女儿18年。我娘根本理解不了顾潇，生气地让他跪祠堂。锦和是你的亲妹妹，你怎么没想过她受了18年的苦？顾潇，你看你哪里有个兄长的样子，这些年我白教你了。说完，他让人把顾潇也关了起来。这是我娘叫我不要外说，她捂得严严实实。顾潇每日不是咒骂，就是求我娘放他出去，看得我十分无趣。直到宋条条从寺庙里偷偷跑出来，带着所谓的人证来了侯府。锦和是爹娘的亲生女儿，我生不起半分嫉妒，可她从前在春风楼做过那种事，若让外人知道了怎么办？虽说陛下封了县主，但侯府也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了。宋条条跪在地上，看上去义愤填膺得很。我娘看都不看她，冷声道，来人，把她带回去，好生看管。我爹坐在上首，神色极为难看。经过上次的事，他对宋条条的态度转变很大，甚至可以说得上厌恶，恨不得他一辈子在寺庙别回来。近些时日，我爹去妾室和庶子那的时间偏多。我爹那庶子方才3岁，正是有趣的时候。我向外面瞧了瞧，马上到中午了，他平日在庶弟午睡前都要去瞧上一瞧。别做梦了，侯爷最喜欢的就是女主，从前男女主可是他最疼的。前世女主做侯爷儿媳，他都喜欢的不行，更遑论这一世养过女主了。等他和男主结了婚，侯夫人也会想通的。就是女配这下死定喽，女主找的人分分钟把你锤死。大家注意别泄露剧情，我可不希望金手指开到讨厌的女配身上。我没理会他们，只是淡淡哦了一声。是在春风楼洗过盘子，有什么事吗？宋条条咬牙，那毕竟是烟花之地，叫人知道了怎么好？顾潇也帮腔，条条说的是，不如将他送去沧州，左右从前也生活惯了。我疑惑地看着他二人，你们不说，旁人为何会知道？顾潇和宋条条的脸色黑了下来，滔滔不绝地和我爹讲着，就希望我爹将我扔回沧州。算盘珠子打得啪啪作响，我爹揉了揉眉心，显然没耐心断这家务事。都给我闭嘴！阿萧和条条闭门思过，没事不要出来。至于顾锦和，送回沧州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宋条条眼底的惊喜和我娘的震惊。她拍桌而起，第一次在我爹面前吼了出来：为什么送锦和回去？即使他过去经历了那些又怎样？那是我们欠他的。这些时日，不知是不是我娘后悔了，她待我极好，此刻更是将我护在身前。我心中愈贴，推开了他，准备和他解释一番。我原本就是准备回沧州的，可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个浑厚愤怒的声音：你们要把谁送走？干爹出现时，我吓了一跳。这次回京，我待的时日很久，也只和干娘通了气，怕干爹干娘担心，我只说自己回来看看家人就回去。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几个月，更没想到干爹带着干娘和兄长找了过来。我爹在看清楚干爹面容的瞬间就软了声音，身子也颤颤巍巍起来。荣王，干爹年纪快要60了，他狠狠剜了我一眼。干亮立刻将我拉到他身后，随后干爹打量着我亲爹，意味深长地开口：多年不见，你这小儿怎地是非不分了？我惊讶地看着我爹点头哈腰，几乎称得上是谄媚。这儿有不对的，您尽管指出。干爹大步坐到了主位上，我爹像小媳妇一样站在他身旁。他大手一指我，喝道：你娘平日怎么教你的？这两人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。我点头，指了指顾潇，将他隐姓埋名扔去大营，有这种心思，不如多花点时间保卫边疆。又指着宋条条，至于他爹娘毕竟养过我一番，将他送去宋家老家给他二老看着坟吧。
宋家的老家贫瘠，穷山恶水出刁民。宋条条这种性子，可没人管着他。他从没吃过这样的苦，如今也该吃一吃了。干爹不大满意，我心里清楚，他这是觉得我处置得太轻了。我立刻跑到他身旁，和干娘挤眉弄眼，给干爹捶背捶腰，小声道：我在军营里可有的是认识的人，随便给顾潇安排几个，都够他吃一壶的。这话我可没闹。没本事空有脾气的富家公子，去了我们西北军营，只有挨揍和等死的份。那里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尊贵，进去了要么拼命活着，要么死。干娘满意的点头，用胳膊戳了戳干爹，他才勉强点了头。至于我，自然是要跟着他们回沧州的。我亲娘不舍得拉着我。这段时日，他似乎改变了许多。刚来时，他怯懦胆小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现在也会站在我爹面前保护我了。我心中感慨，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。我心中亦有在乎的人，干爹干娘年纪都大了，我只想陪在他们身边。我娘笑得比哭还难看，但还是理解我的决定。临走前，我以为他会嘱咐我早些归来，又或是嘱咐我路上看看风景，可最后他只说了3个字。他说：对不起，锦和，娘只希望你日后平平安安，再无苦难。我笑了笑，我会的，娘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